带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涵。玉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持续要带您关心的就是川习通话哦。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后续哦，余波荡漾。川习通话是在这个台湾时间24号的深夜发起的。好，隔了一天清晨的时候，这个川普又打电话给高市早苗。那后续哦，华盛顿邮报这边也独家的报道说，其实川普有叫高市早苗不要挑衅中国大陆。好，这件事情就引发了轩然大波。但是我们来看哦，日本政府现在说不是哦，不是这样子哦，否定了川普有建议日本不要挑衅中国政府，而且高市得知报道之后，还向身边的人说，川普应该没有说过这种话吧？好，日本的这个内阁官房长官这个木原忍也否认了这个报道，说这不是事实。那共同社也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其实川高两人通话时曾对日中对立表达忧虑，那要求避免对立升级，提及了维持日中关系稳定的一个重要性。好，那我们要看到高市事件也透露一个外交国际上的一个新现实吗？因为美方官员认为川普的通话重点就是贸易。好，因为华府担心中国大陆会拖延履行采购美国大豆的一个承诺。那日本上智大学教授则认为现在对川普而言最重要的是美中的关系啊。那华府一直把日本当成维系美中关系的工具跟筹码。好，这非常符合川普这个交易式外交的方面。好，那川普不会让高市成为美中关系的绊脚石。好，报道中提及美方虽然强调美日同盟非常的坚固，但其实重点就在于要压低风险。美国的算盘非常清楚啊，就是要跟中国大陆谈判，就必须避免日本莽撞的破坏气氛跟氛围。那现在如果台海成为了导火点这个美方的主动性就会大幅的下降。因此美国对中日的态度令国际相当的受阻。好像是呢美国官员现在挺日那川普公开的场合却是沉默。现在就有一位日本的执政党议员透露说，原本希望美方展现出对日本的全力支持。那另一位这个议员也说，日本希望川普本人发话。那因为川普如果保持沉默，可能会被解读为容许中国对日加大施压更多的力道。好，但问题就是川普还有自己的盘算尤其他是商人出身，他的盘算跟他国家利益一定在其他的盟友之上，所以不少人确实觉得现在当美国的盟友蛮辛苦的。好，那我们看高市早苗现在是不是多说多错啊？因为呢，他在这个党魁。这个国会党魁辩论的时候就有提出说这个旧金山合约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他认为高市早苗你怎么可以再提旧金山合约啊？他说了这是非法无效的。他也再次表明说高市你真的时到今日都不思悔改，甚至妄图删草所谓的台湾地位认定论。他说是错上加错。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国际社会也应该高度的警惕。好，那高市在这个党魁讨论会当中，其实有表态说不再提及，但是我们看到北京不是很买单那北京怎么说？他说你说的不再提及跟撤回这个是错误言论，性质完全不同。那日方妄想通过不再提及来淡化搪塞，掩盖高市的错误言论，中方绝不接受。所以发现了吗？好，日本坚决不撤回这个言论，让中方相当不满。所以不管是这个高市早苗讲到旧金山合约，或是讲到不再提及，想要有所降温，好，中方这边都是大动作的，用外交的层级来进行反击。好，那中日关系紧张日经亚洲建议高市效法他的老师安倍啊。好，我们来看中日关系现在这个非常的动荡不安，那跟美中的关系一样。那高市早苗必须要密切的关注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任何联系，同时也应该像安倍当年一样，尽早的访美，善用他跟川普的私人关系。那即使明年川习互访如期举行，他也必须要采取措施，确保
美日的关系不会因此恶化。好，所以这高市上任，现在是10月21号上任，到现在已经满1个月了真的困难重重。那虽然他因为这件事情民调蛮高的，但其实里头也是有点民不聊生。我们就来看一些这个状况，尤其是分析指出他上台才1个月，高市政权的种种错误行径就释放出了极度危险的讯号。而且会冲击的是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也会祸及自身，把日本推向一个危险的边缘。那所以就有人说，根本就像是在踩老虎尾巴。那他的老家旅游业陷入一个崩溃的危机，是哪里呢？他的老家其实就是奈良。因为他的这个发言带来的冲击中国旅游限制，那会让近半的外国游客都在奈良这边消失。因为这个受创最严重，大家就说就是奈良啦。好，这个崩溃的危机就在眼前。那奈良面对这样子地缘政治的事件脆弱度反而被放大，尤其是日中关系可能持续走冷的情况之下，地方的旅游业所承受的风险也正不断的上升。好，就有报道去访问了奈良的干货店老板他则坦诚的说，他认为高市不应该激怒中国大陆。那日本过去也曾对中韩做过不当之事。因此这首相本来就不该惹事，但却偏偏要踩老虎的尾巴。好，就是一种挑衅明明老虎就已经很吓人了你还要去硬踩它尾巴当然它就会反扑你嘛那日本专家认为再不回头就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打击。这是日本的经济学家他认为日中对彼此的需求并非对等。那日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更高，所以两国的贸易投资往来如果完全中断，中国固然会受到困扰，但对日本而言绝对是不止于损失的层面，而是事关生死的一个大问题。好，所以连经济学者认为这件事情都非同小可，真的会重伤整个日本的这个状况。好，这相关的问题我们就先问亮哥。那高市第一次发言是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嘛？那就是台海发生战争。他说会导致日本的存立事态危机，所以不排除兵力介入那中国大陆就是要他把这段话撤回去那他不撤，结果这边讲出什么日本无权对台湾的法律地位发言，那这个就引述旧金山合约，这个是文不对题第一段话是你怎么可以介入中国的这个内政或者台海战争，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你怎么可以说台湾的法律地位未定？那波茨坦公告第8条是什么？波茨坦公告第8条是援引开罗宣言说要落实那接下来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是什么？所以他搞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出来，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啦，或者是无意。那无意就是程度太差。他以为因为他是在对川普说：“哎呀，你不要用台湾去让中国大陆生气嘛。”《华尔街日报》这样写然后他就讲了2段话第一个，日本没有立场去对台湾的法律定位发言。可是对中国大陆来讲，台湾的法律地位已经确定了，不管是波茨坦公告或者是中日联合声明都已经确定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讲？那第二点，他又说，日本有责任，作为首相，我有责任跟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他基本上没有回应中国的问题，而且把问题用得更严重。现在连台湾法律地位未定，他都说出来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啦，故意的。这个就是让中日关系回到建交前的佐藤荣作时期。中国大陆就是因为佐藤荣作这样讲话，所以才不愿意跟他建交。结果你现在讲话离开了田中角荣的说法，回到了佐藤荣作。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了，因为我刚看到一个新闻这个值得特别注意了。11月23号，
日本有一架 MQ-9B 的海上卫士的大型无人机，去钓鱼岛，然后要回程的时候，还没有到九州机场，在海上坠毁。那现在有人在猜啦，说是不是电战已经开始了？是不是中国大陆做了电战的动作，导致那架飞机坠毁？那架飞机价值8000万美元，是非常高级的无人机啊。那如果这样，那恐怕就已经进入军事阶段了。哇，就是准军事阶段可能已经形成了。好，帅将军。首先，我就回应一下戈博士的这个问题啊。MQ-9算是版高科技的无人机，价值那么贵嘛？那无人机有2种方式来导引的，一种传统的就是用电传，就是用无线电遥控。最近的新的就是用 Waveguide， 就是光纤的很细的光纤丝。那光纤丝是最近才发现，在俄乌战场上，金色的亮晶晶的很多玻璃纤维。光纤的好处呢，就不受干扰。照理讲 ，MQ-9这么好的无人机啊，除非你是用导弹把它击落，就像我们巴解那个拖鞋军呢，干掉很多 MQ-9，那是用飞弹去打的。那这一次我们都知道，钓鱼台周边解放军很多海警船啦或者军舰，那是不是用这个电战的方式把它弄下来？这也就是宣告钓鱼台不是你的，你连侦察我都把你干下来。这是一个比较强硬的一个手段，就跟我前面主张的说把钓鱼台日本盖的那个灯塔打掉重做是一样的，看你要不要回应。第二个，我们观察现在高市早苗的做法，第一个，充分的要淡化我那20几分钟跟川普的对话，不是在挨骂，我不是在受迫。但是我们大概想一想，川普有什么紧急事情要在清晨跟你通话，而且通话只有20分钟，扣掉翻译10分钟，那就是很简短的告诉你，你不可以在中日之间再惹起麻烦嘛。这个我们大家都能理解。但是高市早苗他对川普的回应呢，也没有达到中国的标准，说我撤回我讲的话，而撒了一个毒。我跟你讲这个华盛顿公约的这个问题啊，等于是在撒毒，他在鼓励台湾的台独嘛，你知道吧？哎，这边我稍稍退一步，那边又给你加料，就代表高市早苗的心态根本就没有认错的，只是说碍于川普的面子，我稍稍做一点退步，但又进一步的把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呢甩给台湾，给民进党有很大的鼓励。你看日本人还是爱我的啊，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在日本也提出来，所以这个问题啊，可见就是我们把这个情况综合判断的看起来，中国对高市早苗你的行为我并没有达成原谅或者是把它平息下来，后面还有东西，所以不外2条路，中国大陆对日本2条路，一个是在你国内的政治经济上让你高市早苗做不下去，因为通货膨胀啦、观光旅游啦，跟在野党，让你的民调慢慢下来以后，发生内部的变化，你高市早苗干不长，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打你的无人机啦，干掉钓鱼台的灯塔啦，拘捕这个钓鱼台附近的日本渔民啊，扣你的渔船呢，那都是更强一步的一个手段。我们可以去往后观察。我的结论就是，中国不会为你高市早苗目前这一点，而是减少我对你的压力。那只有往后这一招不生效，下一招更来，更难让你处理。是。好，接下来问崇涵教授。这一次的纯利危机事态，其实是在最早先在安倍在2015年的时候，那个安倍新安保法下的这种，我们有称和平安全法制啦。它最主要是让自卫队一个功能更彰显，对于海外的危机，
但是还是有条件式的。我们要记住，自卫队是防守啊，不是进攻，它不能主动发起攻击啊。最重要的是在现行安保法的体制下，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呢，还是要什么重视所谓盟邦，简单讲说美国的意愿，美国请求你支援，你才能去支援，这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无条件投入。而且最重要的是还要配合美军的动作。所以我们来看其实在新安保法下有3个事态，第一个叫重要影响事态，简单讲就是这个东西你只能对盟邦提供援助，就是美国，这是第一种最轻的。第二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纯利危机事态，就是与日本紧密的外国遭受军事攻击，日本人启动集体自卫权。这里讲的就是美国啊，但是这一次过去在安倍之后，大家都问那很多国会都会喜欢问日本的首相说，这个纯利危机事态有没有包含台湾？就跟美日安保条约里面周边有事，过去一直在讨论有没有包含在台湾，是同样的道理，只是美日安保条约是一个国际法，安保法案是个国内法。那高市把不该打开的潘朵拉盒打开了，他第一次讲了，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我们不排除出兵的可能，这就是这个风波沸沸扬扬，查到现在为止目前最重要的看点。Wall Street 就是 Wall Street Journal 华尔街日报那个写这篇文章叫魏玲玲魏玲玲很有名哦，他在2020年、2021年出了一本书叫 US Superpower Showdown， 叫大国摊牌。它里面把川普 1.0 的外交政策批了一遍。他认为川普都只会用单边，你不用多边，你不会学这个拜登一样用所谓联盟友邦嘛。他这次又跳出来写说，川普你打了电话跟这个中国讲要 lower the voice， 就后来大风波，就很多网民出征魏玲玲说，这是中国记者写的然后呢这个不可信。当然他们后来那个华尔街日报有去求证他就说的确它里面讲川普是用委婉的口气告诉高市说这件事情不要来怎么样，不要再惹风波，因为最重要美中要进行大交易川普不希望高市在这方面的太过激的言论让他整个交易可能会告吹，所以他有责任在这个方面尽量降低这个风波，所以他不可能告诉说我们不要讲这是一个。那当然这个很明显，我们要注意的是，日本国内就出现许多的声音，比方说野田佳彦，立宪民主党就说，那个高市感觉他要撤回言论可是别忘了日本的联合国大使，他说首相们要撤回言论，我们不会更正什么。所以坦白讲，我们要再讲的是高市他是鹰派右翼，他心里他想讲的，他想做的，他就讲了出来，他没有修饰。对，这点是我们在研究领导人在发言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来观看。他接下来会不会又不受控讲出同样的东西？川普会不会再提点他说你不要再讲了？这点都非常重要。我要再讲最后一个，川普可以告诉高市不要讲，那川普又告诉赖清德，还是美中之间已经达成某些共识？好，这个大交易的盘局上面谁是菜单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华尔街。好，带你来关心一下中国大陆发布了这个军控白皮书，好，里头就说要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中控的这个军控白皮书，有承诺说，在任何时候跟任何情况之下，不先使用核武器，而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国家和无核武区来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好，那北京现在在这个里头也暗批了川普。好，为什么呢？因为川普不是扬言要重启核试验，那中国就暗批说美国调整了核策略，会加剧全球的一个核冲突风险。好，那这个军控白皮书甚至也轰了 AUKUS 核潜舰的合作双标。那川普怎么回应呢？他说美英澳的核潜舰合作是无涉及这个合作呢，是涉及了核武国家首次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核潜舰动力他说这个就是这个大量的武器级高农用，那明显违反了不扩散和核武条约的一个目标跟宗旨。那睽违20年这个军控白皮书中国大陆也要求日本要清理二战遗留在中的化武。那这个是在中日关系紧张之际白皮书要求日方要彻底的销毁二战在中国遗留
流的这个化武。那这个日夷化武已经酿成了2000多人的中毒伤亡。所以现在中国大陆跟日本在这个情况之下，看起来就会相当敏感。所以呢，高市早苗最近他们的日方跟这个美方开始有一些不同的交流。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那另外一位呢是驻日美军的指挥官约斯特。好，他们2个人见面了，握了一张手合照。那你可以看到了，他们2个人会晤之后，就呼吁各界要重视中共扩张对区域造成的威胁。那甚至也宣示将要持续的推动自卫队跟驻日美军的紧密合作，共同维系区域的稳定。好，那之前不是也讨论到了这个离我们只有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吗？那它里头就有防空飞弹，就被认为是不是有猫腻存在呢？但是有军事媒体战区就说这看起来这个防空飞弹就是一个开始。随着美军悄然的进入设立了前进加油点，这座日本最西端的岛屿正逐渐演变成日美联手封锁共军的前进集结区。他认为下一步极可能会部署针对中国舰队的一个反舰利器，所以与那国岛在外媒的眼里看来会变成是美日的反舰杀手的前进基地。好，那在川普政府授权之下美国的陆战队已经在与那国岛设立了一个前进武装的加油点，这是美军CH-531的超级种马直升机，这重型直升机史上首次降落在日本如此西南端的岛屿，那战略意义相当重大，也印证了美日在危机爆发前迅速将兵力投射至第一岛链的咽喉能力。好，那中国大陆国防部发言人则是反呛说，胆敢越雷池半步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好，所以我们看到日本跟中国大陆之间还是非常的叫嚣，甚至在第一岛链这边也是相当的这个部分也是相当的紧急。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军事专家则说，这日本要清楚一点东海不是很宽。为什么他这样讲？我们来看，他说如果日胆敢对中国大陆的本土动手，中国就会对日本的本土来动手。日本本土只有4个大岛，还要日本好自为之，说中国有足够的手段来对日本的本土进行打击。日本要清楚一点，东海不是很宽，如果想要限制中国军事能力的话，完全是痴心妄想。好，那中国呛日还是持续升级，尤其在黄海的军演延长到8天。好，这个17到25号在黄海中南北分区不断的叠加的实战军演26号起又再延长8天，然后也传出这个福建舰航母编队也参与了黄海的多科目训练。那解放军在2026年3月1号起也制发了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预备役的人员证要将军队实现精准管理跟快速征召，这也被认为这备战的意味相当的浓厚。另外，四川的名气造出了高超音速的飞弹他说这个叫做凌空天行的基本型已经量产。那最近就有这一则的贴文引发了蛮多的争议那这个凌空天行说他们的驾驭空的这个1000高超音速飞弹的基本型已经成功的实现了量产，同时整合 AI 决策跟从级协同能力的驾驭这个部分智慧型正处于一个全力研发的阶段。所以对于网传造价只需要70万的讯息，其实公司方面没有直接的回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日本跟中国大陆原本可能关系就已经有一点紧张跟复杂了。那在这一段期间，虽然稍稍的缓和，但问题就是高市早苗的言论也让中方不断的呛虾，甚至不只是外交层级，军事层级也看得出来非常紧张。我们先问亮哥。其实军事真的中日要冲突，大概只会比如说我们刚刚讲。那个无人机如果真的是中国大陆用电战手段让它坠落，那就是隐蔽的电战嘛。那另外一个可能是钓鱼岛啦，那这个还有待证明就是说，听说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到了钓鱼岛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了，结果日本的海巡船也不便接近，因为接近就会冲突那就变成新闻
那问题是中国的海警船如果都不离开呢，你怎么办？如果长期拘留呢？那你日本敢用军舰把它驱离吗？那中国的军舰也会过来啊。可是就是会聚焦在钓鱼岛了，因为那个就是主权争议的地方。我觉得打日本本岛不太可能啊。那至于讲与那国岛，其实这个不是与那国岛的单一计划，这个是日本在2022年就已经通过西南诸岛的部署计划，这个是配合美国的啦。对，因为这个就是拉一条线，要作为这个中国大陆要海空要进入第2岛链的拦截线啦。可是这个已经距离日本有点距离了，可以啊。那我跟你讲，绝对不是只有与那国岛啦，事实上，石环岛也要部署反舰飞弹，宫古岛一样，那九州地区要部署长程飞弹，所以这个会陆续做啊。那与那国岛会引起注意，是因为小泉进次郎刚来过嘛，而且它距离台湾只有110公里啊，所以你就会引起注意了。其实真正对中国大陆有威胁的是九州啦，那个长程飞弹可以打到北京跟上海，那不是更危险吗？那可是这个趋势你难以阻止，因为日本人就会说，我岛屿要装中程飞弹，干你什么事？就跟中国大陆沿海也在装各式各样的飞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威慑而已啦。那真的开战，我倒不认为会发生。那主权争议就是钓鱼岛了。那其他有关他的军控白皮书，中国大陆大概开始变成主动的倡议者，那要扩大到太空、网络还有人工智能，这个以前是没有的。对，因为它也确实不像过去这个比较低调啊，现在会发生了。好，张军，现在我是觉得双方备战的气氛是拉高很多。因为早在去年前年我就讲了，美国把陆战队车编变成滨海战斗团，对，那个时候就开始在琉球啦、宫古岛啦、石垣岛啦，用很小的单位带了可以机动这个发射的那个发射带动箱的飞弹移动式的，但是这个战力是很薄弱的。但是你可以看出来，日本在充分的配合。就是说，当第1岛链美国感觉上，韩国、日本、台湾3个只有日本是武力最完整的，韩国根本无暇多顾，台湾是已经虚弱了，所以他对日本的支持不会停的。虽然现在是为了中美的贸易暂时压制你一下这个高市早苗，但是高市早苗很高调的还是在回应这个问题。就是说，把日本的武装力量也在这些所谓珍珠链上的岛屿上加强，因为滨海战斗团的战力是很薄弱的，因为它的补给都出问题。所以你最近看到有鱼鹰飞机到那边去，鱼鹰飞机在那边干什么呢？是螺旋桨的垂直起降的飞机，就对这些小荒岛上做补给。所以这个问题就是高市早苗进一步的配合美国的这个军力部署。但是这些部署毕竟都是很小的基地啊，那只是在地图上看起来很好看，是一条线，但是这些点都很容易被突破，所以中国大陆也高调的，他讲的几句话都有含义。我不打没有核武的国家，我不会用核子去打击。当你有核武的时候，对不起，我就有核子武器。因为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想要有核子武器，澳洲、日本、韩国，美国是捏在手上没有肯放，那中国大陆也是有先做打预防针的，你要给他，将来他就会挨到我的核子武器的打。为了这个，他还放一个消息，四川这个民营企业做高超音速飞弹，这就代表什么？因为现在高超音速飞弹是美国所有的防空拦截飞弹不能拦截的飞弹。那换句话说，我提出量产的话，你部署再多的爱国者，铁穹、金穹，你都挡不住。所以我觉得中日两边的战备都在无形中也升高。为什么动员这个部队的这个
也有一些识别的证件，他就是说，一旦打起来，我的动员会很迅速。动员工作有一个很重要的，譬如郭正亮是机枪兵，我是伙夫兵，你不能把我动员到部队去当机枪兵。这些东西都是事先要做好很多，就是说我需要多少个炮手，需要多少个火箭手，需要多少个，不像我们以后动员补充到部队里面，滑稽的事情就出来了。那伙夫去当炮手，炮手去当伙夫，所以这些问题就是我的感觉是，针对美日这些阴谋。中国大陆已经悄悄的在升高它的动员战备。好，这些都是一个讯号。我们接下来问崇涵教授。核子武器相较于我们一般的传统武器，它的大规模杀伤性，而且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威慑性是远远大于我们的传统军事武力。那一般大国或者永和国，他们在使用核武的先决条件是，当我们讲的传统战争开始进行，然后并且呢僵持不下的时候，有可能会演变到核武战争，这是一点啊。那陆军的这个中国陆军发面的军控白皮书，他承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不先使用核武器。其他讲的是，如果你是核武国，你使用核武器，中国有可能反击核武器。这是我们在讨论说核武的第一级跟第二级能力哈。我们在国际关系常学说，第一级跟第二级，你核武国不仅要有第一级能力，还有第二级能力，因为当你第一级被摧毁的时候，你还有第二级反射人家。最近有部电影叫做《炸弹屋》，各位观众如果你去看，你就知道美国要如何摧毁核武国的这个第二级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是无条件承诺不对无核武国家或无核去使用。简单讲，就中国大陆不希望这个所谓核武变成一个核武竞赛啊。当你有核武国，你威胁使用核武的时候，你会让有这个 intention 要有核武的国家会积极想要去取得核武。之前南韩不是说他们要2、2级全体吗？对不对？这一点就是因为他面对了北韩的威胁啊，所以如何让整个东北亚不要进入到一个核子武器的这个竞赛啊，我觉得这个军控白皮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头来看哈，中国国防开支在今年哈占 GDP 比重大概也是 1.5%， 大概呢是1兆7460亿人民币，约台币8兆元，年增7.2%啊。它这几年呢大概是7点多%，7点8%在跑啊，比起早年那个10几20%都降低很多，成长率啦哈。但是让这个我们讲的东亚其他国家就抓到把柄说，哇，你每年增7点多%，所以现在日本也好，甚至台湾也好，我们都要增加我们国防预算，啊，甚至我们看到有个民进党那个立委说，当全世界都在增强国防预算，我们增加400亿买武器，说我们是什么挑衅？当进入到这个所谓的军备竞赛。进入到各国都争相朝这个现实主义要增加军武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东北亚在面临到一个非常敏感跟危机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危机的时候。哦，那如何用更高超的方法，用外交、用沟通的方式、用国际机制的方式来化解这些，我觉得接下来是各个领导人要去思考的问题。好，现在的国际局势真的非常的复杂。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大家一直在想说，这个国际局势是不是有东升西降的感觉呢？那当然，在盟友的态度里头就是关键嘛，是不是很多人也都靠向了中国大陆？我们来看路透社的最新报道说，这个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和中兴今年在越南赢得多项的5G 设备的这个供应合约，此举再度反映了越南策略上的转变，跟北京的关系是日益的密切。那但这引发了西方官员的担忧。好，那普京这边则是亲自的带货中国的电动车，那他当然跟中国的关系是最好的。他说这欧洲的汽车工业是正在崩溃，中国制造的电动车更好更便宜，也就是 CP 值很高啦。那普京的这句话是戳中了全球汽车产业的一个现状，也就是欧洲车企已经陷入了困境。那中国的电动车这个凭硬实力也正在成为国际的一个新选择。那我们当然要看到啊，川普他自己也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也就是他的 AI 曼哈顿的计划启动。他说要把美国用这个国家级的资料跟算力，把 AI 科学能力拉到别人追不到的地方。
那现在澳洲的战略政策研究所则是有一份分析哦，说中国近5年在64项的关键技术，有57项的学术产出哦是超越美国，再加上中国能源便宜 ，AI 的成本更低，也让美国开始更焦虑了。好，那欧洲的部分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因为马克宏他现在要来进行外交的突围哦，虽然他内政非常的卡关，但还是说我要去一个地方，去哪儿呢？去中国啊！比这个川普更早就去了，这个是12月说他要出访中国。那他就说，随着 G7 的影响力日渐式微美国又缺席了 G20， 所以马克宏将在12月初前往中国访问。媒体披露，马克宏有意邀请习近平出席2026的 G7 峰会。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的部分其实还是蛮震荡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有一些这个社会的攻击事件。好，感恩节前这个震撼弹，我们看到川普回应了国民兵的枪击案则是重大宣布，他说他要永久的暂停所有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以让美国的体系得以完全的恢复。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个国民兵枪击事件因为华府发生在华府这个国民兵遭到伏击，所以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画面这是2名西维吉尼亚州的国民兵在接近白宫的法拉格特广场附近遭到伏击。好，这个目击者拍下当时压制嫌犯的画面。那现阶段显示拉坎瓦尔是单独的犯案，也就是这个嫌犯他应该是单独作案。好，那我们看到了阿富汗男也枪击了这2名的国民兵现在 FBI 深入调查之后认为这就是恐怖行动。好，那他说这个展开了全国性的搜查。那国土安全部长则说这个坎拉瓦尔在2021年其实透过拜登政府推动的欢迎盟友行动来入境的，但是未经完整的审查就入境了，所以他们现在有点想认为说这是拜登当初的政策错误。好，那川普甚至说这嫌犯搭上了拜登那架恶名昭彰的撤离班机入境了美国，所以拜登政府欢迎盟友行动就导致了恐怖分子渗入。好，所以他才在感恩节前有一个震撼弹，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所说的，他永久暂停了第三世界的移民。那现在川普的 Mega 是不是已经过了巅峰呢？因为川普有讲说可能完全要取消所得税，那因为关税的收入很多，他是讲说他觉得会大幅的削减或是完全取消所得税，因为这个收到的关税钱很多嘛，所以这个安慰老百姓不用担心这个美国政府会罩你。好，但是呢，川普还是被打脸因为现在美国农民还有企业就说关税其实让我们的成本升高这通膨很严重看到美国政府最新数据也说这今年9月美国食品的杂货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7%。Political 的民调也显示食品杂货是美国家庭最沉重的开销。好，那美国的前国安顾问波顿则是说，跟川普第1任期相比其实川普2.0更让盟友感到不安这担心美国外交政策将永远停留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孤立主义路线，但或许他们已经过了川普的巅峰期。好，所以整个美国的氛围跟气氛并不像川普每次所说的真的是 mega 现在很多 taco 的情况。好，我们先问亮哥。川普这个当然是吹牛啦，他到目前为止关税的总收益不到1500亿啦。你知道美国1年个人所得税总收入有多少吗？2.4兆美元，差多了，之所云占他的总收入的1半是个人所得税，这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那这个阿富汗这个伏击的枪手他是今年4月得到政治庇护，今年4月对不起川普执政对那他是拜登什么样的计划进来的？就是阿富汗即将撤退那时候，他那个计划叫 Operation Allies Welcome， 他是参加 CIA 组的部队，在阿富汗跟美国并肩作战。这种人本来就该撤这美国历来都是这样你帮政府做事，因为你会被
塔利班可能会判死刑嘛，所以你一定要把人家带走。所以你看背景揭露出来，哎，就显得当时拜登是合理的，合理的啦。但他部分揭露了，因为当时大概跟美军并肩作战，大概有1万多人，这些人本来就一定要撤走的啊，亲美分子嘛。对，所以重点是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对，跟国民兵杠上，而且他是用左轮手枪，一个一个瞄准。那因为他很厉害啊，当场有一个女警就被打死了，那有一个重伤住院。他是用手枪打的、不是长枪所以其实应该追问的是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比如说4月得到政治庇护，之后到底是怎么生活？照理讲是亲美分子。是啊。第二个，你不能定义他是恐怖分子。他非常亲美。恐怖分子，你打这个一个国民兵 ，CP 值太低了嘛。对。恐怖分子一定要找一个更重大的目标来。所以这就是大家疑虑的地方嘛。我是不知道原因啊，不过我是说他的出身背景啊。中国大陆现在其实碰到一个危机啦，就是说你如果连欧洲的汽车业都这边叫苦连天啊，那请问欧洲的制造业有哪一个不会被冲击？我今天在《金融时报》看到一篇文章啊，他说中国大陆未来到底要跟欧洲进口什么？你有需要从我们这里买东西吗？因为欧洲就一个一个被追过嘛，除非是那种 LV 嘛，有品牌的精品包，伊比利猪肉嘛那一种嘛，法国的葡萄酒嘛，就是欧洲的工业制品会不会一个一个被打败？其实欧洲人现在已经在忧虑这个事，所以普京讲的这个只是一个项目啦。那因为汽车占比很大嘛，所以德国其实受到的影响非常的大啦，所以这个危机一定会慢慢散开啦。好，将军怎么看？我说这问题随便就给这个恐怖分子扣帽子。但是反移民倒是全世界的趋势了。你像美国也英国也好，大量的印度移民霸占他们很多工作机会，所以反移民的政策是得到很多国家的认同了。欧洲国家很多国家就觉得受害，所以这个事情啊，美国东升西降的趋势已经很明白了。问题你说很明白一件事，凡是他敌对他想干掉的对手，都是他最亲密的朋友。我喜欢普丁，我最爱的习近平，所以高市早苗还想攀上这一门亲戚，你不晓得，你变成川普最喜欢的话，你死得更快。所以这个问题连他加拿大的盟友都可以干掉，所以他的外交上可以讲是全盘失败的。第二个，赔掉了美国培养2次大战以后到现在的软实力、信誉，你还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大国嘛？你不是，那你唯一最骄傲的东西，我的军武力量全世界最强，现在眼看的是被中国慢慢超车了嘛？那你现在还剩一个，就是我高科技 AI 啊，有这个亚马逊的这些大公司了，辉达了这些东西，但是人家给你算一算，对。你的高科技是领先的一部分，但中国的 AI 是急起直追。第二个 ，AI 里面耗电是最大，中国是全世界电源最丰富的，水力发电、光伏发电，这个核能发电，所以你在这个原料上你就输了。再加上中国培养的理工学生远超过美国的5倍到10倍，所以这个问题。往长远来看的话 ，AI 上你不占便宜，军事上你已经没有独一无二的霸权，所以整个看起来，这些东西的影响是你支撑你美国经济大国的一个要件。当这个要件慢慢虚弱的时候，你的经济出问题。它出的问题在哪里呢？贫富太不均了。美国赚了这么多钱，拿到实力的是有钱人，所以他现在面临。最问题的就是最穷的这一批，为什么跟中国要达成协议？你这个大豆再不承诺的话，他明年的期中选就要输了。第二个 ，C 土的问题再不解决的话，它的军核工业跟很多工业都要停摆，所以他是解决当务之急，所以跟习近平好的不得了，但是他的隐忧就在了。
当你美元霸权也开始慢慢消除，军事科技的霸权也没有了，科技的霸权也开始往上，你说它不是东升西降是什么？好，最后请教授说明。根据这个攻击哈，这个拉卡万，国土安全部门他说了，就像刚才亮哥讲的，他是2021年借由这个阿富汗计划叫 Operation Allies Welcome Program 进来的，他协助美国打那个塔利班政权。那当然他怕被报复，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跟着这个一些thousands 大概数千名的这个撤去美国，对，撤到美国去。他在2024年12月申请政治庇护，好，然后在今年的4月23号呢通过，好，那当然川普还上任3个月，然后当然我觉得川普在上任之后他很多事情要做，特别在移民上面，可是我觉得这个案子可能是当初的一些漏网之鱼，或是他根本没有问题，而且是阿富汗他就让他进来，而且是经过特别计划。如果你要申请美国的签证，其实或是申请美国的移民，如果你有去过阿富汗啊、古巴这些地方是非常严格审查，对。但是他就是因为这个特别计划，所以我觉得在美国在审查的这个政治庇护过程很顺的让他过了。他29岁住在华盛顿州，没有犯罪记录，但这一次他被控了3项杀人跟1项非法持枪，基本上这个罪名很重的。那川普呢这件事情过后有几个非常大的看点。川普呢，我觉得有人觉得他被打一巴掌，他这么重视移民，结果你让一个阿富汗移民杀了国民兵，因为杀国民兵很罕见，一般你会杀警察。你会杀一些，比方说执法人员，但你去杀国民兵，这个案情不单纯，是不是有私人恩怨我们不知道，现在还在调查。但是呢，现在就让川普觉得我对移民我要大家的管控，特别是他今天讲了，我对第三世界的移民我要特别的严格，我不要你们进来。中国是不是？这个好问题啊。印度是不是？因为川普说第三世界的移民都用了他们很多资源，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来的移民或者是一些中低阶层，他可以申请，不管是 WIC 我们讲的营养法案，你看可以拿粮票。你的妇女怀孕的时候，你可以拿粮票，你甚至可以申请 Medicaid 这种紧急的医疗的补助。他们认为说，这些第三世界移民，你们来这边都是用我们的资源，你没有替美国带来实质的注意，所以川普对于这种移民，甚至犯罪的移民，他非常感冒，所以他在选举的时候就讲了，移民都是罪犯，一竿子把他打到黑哈。所以这一次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反移民，他甚至立刻宣布暂停这个第三世界移民的这个进入哈。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在华盛顿 DC 的这边的所谓的警察权跟他警察局的联邦化，我们讲的非常重要的是，其实在今年8月的时候，川普就用这个所谓的哥伦比亚特区自治法第740条干嘛？他说华盛顿这个 DC 或者很多大城市治安很不好，而且是冲着我们来的，我一定要什么好好管这里治安。所以呢，他就是说想要把这个华盛顿 DC 的警察局给砍掉，让我们这个联邦直接监管哈。然后呢，并且要紧急命令让这个警察部队联邦化之后，还派国民兵进驻，但这个命令在1个月后就失效了。好，但是别忘了，现在还是有大概2200个部队在华盛顿 DC。这一点我觉得让整体的美国国内的情势也相对的紧张，因为川普想让他有很多的方法来控管国内的秩序，因为他觉得很多人是冲着所谓 mega 派来，说冲着他来的。